大家有没有当过耙耳朵？都不承认是吧？我有个朋友是这样的哈，就是30-40度的天气啊，他还在厨房做饭。他那个厨房呢，连个空调都没有，饭都还没做完就直接湿了一身汗。他给我讲，有没有这种啊？就是要在厨房待的时间又短，然后食材又便宜又好操作的菜单呢？今天就教大家做6种藕的做法。第一道呢，做一个凉拌藕片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锅里给少许的盐。一点的白醋啊，可以让那个藕更加的脆。尽量用这种不锈钢的锅，你不要用铁锅。铁锅去煮藕啊，或者是炖藕啊，待会儿你炖出的汤它是非常的黑的，这个藕它是会发黑的。快速的给它焯一下，大概就是1分钟的样子。我们给它捞出来，放入凉水中。这个凉水它是提前烧开的，这种凉白开，让它快速的冷却。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个藕片的脆度。这个耐高温的玻璃碗中啊，放点姜米、蒜米、葱头、小米辣、5成热的肉也给它浇香。5成热呢就是150度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姜、葱、蒜、小米辣它才会激发出香味。接着给点生抽，给个2勺的样子，来1小勺的陈醋，盐是必不可少的，我们稍微给点盐，1小勺的白糖，滴个2滴芝麻油，搅拌均匀。接着这个藕呢，把水过滤干净，下入这个洋葱丝，调好的汁儿直接给它加到里面。拌匀之后呢，我们再撒入这个葱段。第二道呢，我们做一个炝炒藕丁。藕丁呢，你就切到这么大就好了啊，就这么大一点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给2勺的盐，给点那个白醋啊，把这个藕丁给它焯个水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快速将它捞出来。接着我们找口锅，尽量不要用铁锅哈。炒藕的话，尽量不要用铁锅去炒它，很容易发黑的。下的干辣椒节和这个干花椒，我们把这干辣椒、干花椒给它爆香一下哈。把这辣椒炒到这微微变色之后呢，它就出香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藕丁。炝炒的话，辣椒的味道也要炒出来。如果辣椒味道炒不出来的话，它是没有这种炝炒的味道的。给少许的盐，好1小勺的糖，生抽来一点点。我这儿没有用这个鸡精，所以说给点生抽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第3道呢，你可以做个莲藕肉汁汤。这个呢非常简单，你直接把它放到炖盅里面呢，灌上矿泉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躺到空调房间里面去了。这个莲藕你可以采取切的方式，可以剁的方式，直接把它搞成这种小粒就好了哈。这个焯过水的香菇呢，我们给它切成这种小粒啊，直接加到这个炖汤里面，它会更加的香一些。接下来我们拌一下这个肉碎哈，它是纯的瘦肉，就是没有肥肉在里面的。我们炖汤的话比较清爽一些。莲藕丁，小半碗的这个香菇粒啊，姜米呢炖汤的话最好是加一点，如果你吃不了姜米的朋友就不要加了。基础的盐啊，1小勺的盐，白胡椒粉来一点点，去腥的哈，花雕酒呢我们来一点点，就一个办法啊，揉。我们这样去摔它哈，一定要把它的胶质给它揉出来。如果你不揉的话，你直接放在碗里，它待会儿蒸出来它是散开的，它不会成坨。这个肉呢，我们甩到这种粘手的状态上，就是出胶的状态时，我们加点一个蛋清。如果你不是特别讲究呢，你可以蛋黄一起加到里面，但是它颜色会差那么一些些。肉丸子啊，就像做狮子头一样，左倒右倒给它捣光滑。接着我们呢放入这个里面来。最后呢，我们加入这个矿泉水，加点花雕哈，你不要加料酒哈，料酒是不能炖汤的，兄弟们跟你说一下啊。盖上盖子哈，放入炖锅中，我们炖个2个小时，直接蒸啊，隔水炖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机器呢，其实你放在蒸锅里面隔水炖2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哈，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哈。阿伟啊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吃这个甜藕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桂花糖藕。这个糯米呢，我们提前4个小时给它泡胀一下。黄冰糖、红曲米，红曲米是让天然一种颜色，让它有一种红色。桂花、干桂花。莲藕呢，你要选这种哈，头尾一定要带这个节子的，要买这种。如果你是湖北的朋友的话，你们那儿的这种粉藕啊，非常的适合做这个菜，因为它做出来口感更加的糯。但是像我们这边买不到的话，你不能做吗？还是能做，就用普通的藕来做就好了。但是可能口感有点差别。去完皮的藕呢，稍微切一下，后面切宽一点点，不要切得太窄了，让这个米全部加到这个藕里面。如果你喜欢吃甜一点，你可以在这米里面再加点糖。好，我们用个筷子稍微给它搓一下，这样的话这个米填的比较紧实一些。最后呢，我们直接给它盖上盖子，盖子一定要贴紧哈。刚刚你在哪个地方切的，这个口一定要对上，给它插上牙签，盖子给它锁住，便于里面的米不会漏出来。可以用糖色来上色，也可以用红曲米哈。我今天用的是红曲米，稍微清洗一下，只要这么多就好了，不要加的太多，太多的话会非常的红哈。好，我们在高压锅里面放入这个竹粑，便于这个藕待会儿粘锅，因为它是带糖的，3小坨这个冰糖，再加入这个红曲米，接着我们灌入清水。好，这桂花呢我们撒点在里面，
接着呢，我们盖上盖子上气后我们压个40分钟哈。好，这个时间到了，时间到是让它自然冷却，就是没有气的时候我们打开看一下。这个藕呢，你一定不要趁热去切哈，一定要放凉再拿出来切，比较好定型一些。这个煮过藕的汁儿不要倒掉哈，我们用这个原汁儿给它扯点芡，待会儿直接挂上去，我们让它变得稍微浓稠一些。切出来，我们在刀上面一定要稍微沾点水，好切。接着我们再浇上这个刚扯好的芡汁儿，原汁原味的芡汁儿。最后我们再浇点这个糖桂花，这个呢是个甜口的菜，铜钱草。夏天呢比较热，要适当的吃一点这种莲藕炖的汤呢，比较的清热一些。今天第5道就给大家做一个莲藕炖猪蹄汤。猪手给它焯一下水，葱段、姜片、花雕酒来一点。焯这种水的话，要冷水下锅哈，你不要说开水下锅，随着这个水温的升高，它的血水就慢慢就出来了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将这个泡沫打出来，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血水了，腥味的来源。不然的话，待会儿你的蹄花汤炖出来就不白，而且也比较的腥。好，我们焯个2分钟就将它捞出来，热水再给它清洗一次，一定要用热水啊，不要用冷水啊，用冷热收缩的话会影响这个肉的口感。我们尽量用这种热水。像这个莲子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将这个芯给它去掉。如果炖汤的话，你不去掉，它会非常的苦。这花生和莲子呢，我们要提前焯一下水啊，因为它和这个香菇呢不一样，香菇是先下，这2个东西后下，分开焯。焯过水的这个香菇、莲子还是花生呢，我们单独再给它清洗一次。炖汤这种啊，你尽量是用干香菇哈，还有鸟苷酸。鲜香菇适合拿来炒，干香菇适合拿来炖汤。炖汤呢，我们尽量用这种矿泉水或者纯净水来炖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蹄花。炖汤的话，你尽量用个砂锅或者砂煲，它的闭合能力会非常的好。你别看它现在水挺多的，待会儿熬着熬着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蹄花要炖长很长的时间。这个时候呢，直接把这个香菇给它放在里面，因为干香菇呢炖得久一些。姜、白胡椒粒来几颗，花椒油呢可以加一点点在里面炖。好，我们开始呢用这个大火去冲它个半个小时左右，把这个汤给它冲白。那样的话，如果你炖汤的话，尽量买这种红花藕，因为那种藕炖出来比较的糯一些。但今天呢买不到，就买了这种白藕，它是脆藕，但是也是一样的哈。炖汤的时候大家尽量用拍的方法，一定要把它拍破哈，这样炖出来的藕呢，它会更加的出味道一些。炖汤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加根胡萝卜在里面，这样的话这个汤的颜色会好看一些。接着它喝的有种清甜的感觉。玉米来一节。兄弟们、姐妹们，这个蹄花呢已经炖了50分钟了。其实这个汤呢，它慢慢的开始出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下入这个莲藕、花生米和这个莲子一起给它放在里面。接下来再把这个玉米和胡萝卜直接放在里面，我们小火再来煨个1个小时，开到这种微开的状态哈，最小火。兄弟们、姐妹们，时间到了啊，看一下美味啊！买猪蹄呢，你要去买这种带筋的，有些猪蹄是抽了筋的哈，那个价格都不一样。我偷吃一会儿，多是为了赏味道。哎呀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忍不住了，我先喝口汤哈。哇，非常的清甜。如果你喜欢吃，有点稍微盐重一点的，可以加点毛毛盐；如果不喜欢吃，就可以喝这个原味的汤。晚上呢，我建议大家不要看这种视频，或者说甚至不要拍这种视频，因为我还叼起了这个。哦哟，吃着有点吓人啊。最后一道来给大家做个莲藕来蒸肉。莲藕呢，我们切成这种薄片。切完的藕呢，我们给它冲洗一下，因为里面有些淀粉啊、杂质啊，我们再冲洗洗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锅里给点盐，少许的白醋。白醋呢可以让这个藕更加的脆嫩。焯水的目的是让这个藕呢稍微回软一些，便于我们待会儿蒸菜的时候做一个造型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煮个30秒钟，接着再将它打出来放到凉水中。肉馅儿调点味道，给少许的盐、白糖，来点生抽。白胡椒粉适量来一点，花椒酒来一些，姜米，来个鸡蛋，鸡蛋它也是增加这个肉的嫩度。切碎的香菇粒、胡萝卜粒、葱花，充分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去摔打它。这个肉呢一定要出胶，出这个粘性。边甩的时候，我们边给点姜葱水，一定要把这个水分给它加够，它才会嫩。其实和那个平时我们做的这个圆子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我们加点土豆淀粉。我们搅的时候尽量向一个方向去搅它，不要这样顺搅过去，然后就这样搅过来，这样的话水就加不进去了。给丢丢香油，完成了。我们在莲藕上拍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，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菜的粘性，肉馅呢可以更好的贴在这个莲藕上面，蒸的时候呢它不容易滑出来。最后呢蛋黄放在中间，
水开以后呢，放入蒸锅，我们蒸个12分钟。这个呢就不要封保鲜膜了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我们沿着边缘给点这个蒸鱼豉油，最后呢再撒点葱花。这个夏天呢我们要吃的清淡一些，这个菜呢就不要去浇油了。好了，今天6道藕的菜品呢就做完了。因为夏天到了，天气比较热，希望做一些藕的食材呢，大家吃的更加的清淡一些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你雕的吗偶像。